嗨，伙伴们，我是麦克。有人听说过这个拾荒者吗？这是新出的一个免费吃鸡游戏。今天试玩了3局，跟大家唠叨一下。首先，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 FPS 游戏，它融合了沙盒式玩法，同时还带有职业属性，人物会疲惫饥饿，也会失温冻死，玩法比较多样化。但是大家估计也能感受到，往往这种过于复杂的射击游戏，国内通常都很难火起来，比如堡垒之夜、Apex 英雄等。所以个人并不太看好这款拾荒者。哦，对了，要挂加速器才能进入游戏对战，同时可能是处在测试阶段的缘故，有时候匹配游戏会非常慢。进入游戏后，默认3人1组，需要选择职业，有擅长远程攻击的狙击手，也有可能是负责近战的突击兵，还有一个大约是医疗兵。因为刚玩，目前我还处在懵懂阶段。游戏的总体玩法是这样的：通过搜寻、击杀或者抢劫获取数据点，然后最终登上撤离飞船的队伍获胜，这又有点像无限法则。游戏出生我们一无所有，除了身旁这个我也不知道啥用处的小机器人。然后各个小组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尽快搜寻武器，不过好在在初级阶段各支队伍不会出生到一起，留给玩家比较充分的发育时间。在游戏中我们可以通过猎杀各种 AR 来获取物资进行升级，直到打造出自己的专属武器。比如我的专属武器是狙击步枪，但由于这是我初次进入，并不知道这种流程，导致2名队友都背上了专属武器，我还拿着捡来的小冲锋失落之宝。所以这就是玩家们在升级初期的样子了，打怪升级，甚至让我在初期一度怀疑这就是个组队打怪的游戏。忘记说了，我手中拿的是一把弓弩，也是最容易获取的武器之一。不过这些 AR 也不是很好对付，就比如我这名队友就被一熊掌排翻在地。大家也知道咱们中国人最喜欢助人为乐，所以我很快就把这名貌似日本玩家的队友拉了起来。为什么说貌似呢？因为我进的是日服。对了，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界面，这是装备的升级界面，按 C 呼出，但我不懂，所以呼出了几次都呼出个寂寞，导致我直到第2个圈还身无寸甲，遭遇了一场耻辱无比的灭亡，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故事了。这个游戏也是有刷圈机制的，当然不是吃鸡那种毒圈电网，而是类似于无限法则的那种极寒天气。所以我就在跑寒的路上遭遇了第一场劫难，就是前面这几头狼。天杀的，谁能想到狼群会主动进攻？我本以为他们只是路过，直到小腿上被撕得血肉模糊。他们攻击速度太快了，根本就来不及规避呀。此时我身上的血洞导致大量失血，在一头狼蔑视的眼光下，我奋力爬行。只是他们为啥一直盯着我？莫非想等我血流尽再一拥而上？幸运的是，之前被我救过的队友就在前方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，这老外一定会奋不顾身前来扶我。然而下一次他再倒地，我一定要补上一垒。幸运的是，只要还有1名队友，我们就可以复活，所以我重返战场，并且武器装备都在，只是遗失了捡拾的数据点数。远处的风暴正在迫近，我加速向队友靠近，我还有1颗雷，我在等待时机。不过终究还是跑慢了一步，随着安全区的缩小，各个小队遭遇到一起，一场激战正在开展。所以本来想去支援队友的我，也顿时陷入包围圈内。不会升级护甲的弊端显现，瞧对方还有技能，可我还不会用。该死，这个 C 键太容易误按了，我眼看就要2倒，迅速补了一个绷带，然而敌人太多，我只能暂避锋芒。同时我还顺路又把倒地的白眼狼扶了起来。俺们中国人就是这么良善。然而敌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我被2支小队包了饺子，而手中的冲锋枪也即将耗尽弹药，但是我还不能死，否则队友们将无法复活，导致团灭。这游戏真的是太复杂了。我这个时候为啥不会升级武器呀？如果拿到是一把大狙，必定可以打得这些老外们亡命奔逃，丢盔弃甲。现在我只有最后1个弹匣了，2名队友，你们可得快一点。这弓弩的威力打在他们司机甲上和挠痒痒没啥区别，更要命的是身上有了失温的症状，我危在旦夕。该死，一梭的子弹都毫无作用，我太难了。那么这一期就这样吧，这游戏最重要的就是和自己朋友组队才能走得更远。同时我的坚持也顺利让2名队友复活，瞧他们的样子还藏得挺可爱的，只是我不想再复活了，反正倒了也没人管。